前世炎夏和顾家养女一起被绑架，无论是亲生父母、5个哥哥，还是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都先选了救养女。炎夏被撕票而死，那一刻，他彻底对顾家人失望透顶，断了亲情。重生归来，他不伺候了。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不想接。这是他二哥顾叶俊，也是他现在的经纪人。悠悠想要上那个综艺节目，你让一让他又会怎么样？非要闹得全家都不开心。这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让出去。你们不开心，那是你们的事。我帮你找一个更好的资源，你将这个综艺名额让给悠悠。哼，你的好资源我无福消受，还是给你的宝贝妹妹吧。看到关上的房间门，顾叶俊眼中带着几分不敢相信。这是炎夏回家后第一次那么不给他面子。顾炎夏，你简直不可理喻。你又想闹什么？从你回到这个家1年多，家里就没消停清静过。是我赖着回来的吗？我记得是你们去接我回来的吧？而且我闹什么了？顾叶又要我的资源，我不给就是闹。悠悠只是喜欢那个综艺而已。你现在是顾家的小姐，悠悠却失去了这个身份，你补偿下她不是应该的吗？老三顾叶舟补充道：“我看你就是见不惯悠悠，所以故意针对她。”顾老四顾叶浩不耐的道：“顾炎夏，你就不能安安分分的当好顾家小姐，非要作妖？”我真是长见识了，要抢别人的东西，还能美化变成我非要和他争。首先，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抢过他的东西，反而是他代替我享受了顾家这么多年的安乐生活。其次，你们要搞清楚，当年可是你们将我丢失的，我没有亏欠他，更没有亏欠你们，所以我不觉得自己需要补偿谁。这个顾家的小姐，她要当就继续当吧，我根本就不稀罕。你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现在就和你们断绝所有的关系，离开顾家，我走了，你们的心肝宝贝养女依旧是顾家的千金小公主，你们也不用再担心我要抢她的东西，抢你们对她的爱，我这是成全你们呢。对于这样偏心眼的家人，炎夏真是不稀罕了。小时候他被顾老五弄丢，被人贩子抱走，要将他卖去大山里当童养媳，多亏师傅救了并收养他，否则他的人生将会很凄惨。顾叶优靠在顾母怀里，他看着炎夏，脸上露出愧疚抱歉的表情道：“走，该走的人是我，对不起，我并没有想抢你的资源，我只是喜欢那个综艺，所以二哥才会去找你。那个综艺我不要了，你也就不用再不高兴，我不想惹爸妈和哥哥们生气和担心。你那无辜小白花的模样，别在我面前表演了，我不吃这一套。你说要走，都说了1年，也没见你真走，你这以退为进的把戏，我早就看腻了。你当然不会主动和我要资源，毕竟只要你一开口，你在顾家的这些舔狗自然就能将你想要的东西捧到你面前。我没有，你不要这么说爸妈和哥哥们。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的礼貌呢？我有爸妈生，没有爸妈养，礼貌被狗吃了。你这还是在怪我们？我们将你认回来，看来是认错了。虽然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可这些年却是悠悠代替你陪在我们身边的，在我们心中，她就是顾家重要的一份子，也是我的女儿。我争什么了？从我回到顾家后，明明是你们和她就逮着我不放，我做什么都要被你们说成是要争宠，要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们要是有被害妄想症，就赶快去医院治吧，我不奉陪了。这是你们给我的补偿，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动用过1分。这张卡里有100万，他确实没有动过。我来顾家1年多，算上吃穿用度，我加了加用了不到10万，这是清单。我刚才已经转了10万在这张卡上，以后我和你们就两清了。炎夏这个举动让顾家的人感觉他好像是认真的，顾母接受不了自从认回来就很顺着他的炎夏会做出这种叛逆不听话的事。好，你要走就走，可你今天只要踏出了顾家的大门，以后就别想再进来。欲擒故纵，想用离开来威胁我们，这次要是让你得逞，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闹呢。我离开了，自然就不会再回来。说完，他拉着行李箱，毫不留恋地往外走。顾父见状，开口道：“别闹了，你的那个综艺资源悠悠不会再要，以后我会让你二哥为你多争取一些好资源。”你这是拿资源来侮辱我？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既然我们找回了你，就会补偿你。我还真是谢谢你们的补偿了。这1年多来，你们对我的冷暴力、抱怨和看不起，我已经深刻的体验过了。所以你们的补偿，我还真不敢要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他平常很忙，这1年多来确实对这个亲生女儿忽略了许多。断绝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以后不用再联系。顾府被炎夏的态度气到，顾家5兄弟的脸色也都不好看，特别是老五顾叶玉，他带着几分复杂和怒气看着炎夏。说来说去，你还在怪我？你就是想要用这个来逼我们妥协，和悠悠争宠？难道我不该怪你？当年你将我弄丢，让我被人贩子抱走，差点被卖到大山去给人当童养媳，难不成我还要感谢你当年弄丢我的恩情？我当年不是故意的，我更不知道你差点被卖去大山。
不是故意的，就能抹掉你弄丢我，因此改变我人生的事实吗？言下的话让顾夜玉一下不知道要说什么。虽然他当年不是故意的，但确实让亲妹妹丢了那么多年，让她流落在外，没有享受到豪门千金的生活。我最后说一遍，我已经不在意你们这些人了，所以我对和顾夜幽争宠没半分兴趣。你们没有对外宣布过我的身份，正好我也就不用再公开断绝关系了，后会无期。他居然还真走了，太不像话了。他既然那么硬气，那我要让他看看，离开了我们顾家之后，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将没有。哥，你和其他娱乐公司的熟人打个招呼，让他们可别牵言下。神，他翅膀再硬，我相信他也飞不远，不久之后就得求着回来。顾夜幽听到两个哥哥的话，心里一喜，面上却带着自责地说：都是我不好，让言夏生气离开。大哥二哥，你们不要这样，等他气消了，我去和他道歉，你们再哄哄他，他就能回来了。这和你无关，不过是他不懂得知足而已。对，明明他已经得到了顾家小姐的身份，可还老是想着和你争，太不像话了。你不用和他道歉，我们更不会去哄他。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以后他再这样闹，得家宅不宁。这件事你不用管，你几个哥哥知道怎么做，这样言夏再回来就能老实了。好吧。顾府听到几人的话，心想外面待不下去了，言夏自然就会回来了，因此没有反对。言夏回了曾经自己租的一套公寓，看到来电，他恍惚了下，这是他曾经一直不愿意刻意去想的人，青梅竹马长大的男朋友纪灵。有事？那个综艺你是不是不上了？谁说的？他知道纪灵也希望他将名额让给顾夜幽的，这会才会打电话来试探。我听你二哥说你要将名额让出去。没有这回事，那个名额我谁都不会让。你不听你二哥的？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纪灵和顾夜俊是高中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一直保持联系。叶俊是你的经纪人，肯定是为你好，你别任性。我任性什么了？是不是只要顾夜幽想要的东西我不给，就是我任性无理取闹？给了顾家才会觉得我识趣，你才好和你的白月光双宿双飞。上一世他和顾夜幽一起被人绑架，当天顾家人和纪灵就一起找到了他们。谈判之后，绑匪让他们选择先放一个人，另一个留下。纪灵和顾家人一样都选择了放顾夜幽。顾家人的选择他并不意外，但纪灵的选择却暴击了他。他当时很震惊，青梅竹马的男朋友竟会为了顾夜幽而放弃自己。你别胡说八道，我没有什么白月光。纪灵，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我说我们分手。收回这句话，我就当作没听到。我不是征询你的意见，而是通知你，我们分手，以后都没有关系了。为什么？纪灵，你喜欢顾夜幽就去追好了，一边和我在一起，一边要我给他让名额，背地里还对他照顾关心，你现在真的让我很恶心，以后别联系了。言夏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将纪灵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删除。隔天言夏去节目组签完合同，刚出门就见顾夜俊、顾夜玉带着顾夜幽走过来。言夏，你也来签合约啊？你们是来签合约的？对啊，我很喜欢这档综艺，所以二哥和导演商量，让五哥带着我一起上，导演同意了。就算你不让出名额，我们也有的是办法满足悠悠的心愿。所以你们明明可以得到名额，却硬要逼着我让，这样的亲人真让我刮目相看。还好我已经和你们断绝了关系，否则非得被你们恶心死不可。眼下你别太过分了。不知道是谁过分，曾经和你们做过1年多的亲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太膈应我了。1周后，综艺从零开始首播，这是第1档直播户外真人秀，目的地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言夏是第一个抵达村子的，他的车刚到，直播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人怎么是讨厌的言夏？不想看他。他这样的人就不该来参加，没有美颜滤镜，夏夏这颜值真是绝了，太耐打了。接着第2、第3和第4辆车陆续抵达，从上面依次走下来人气歌手殷薇薇、2线小花宋艺贤和一名实力派演员苏锦。很快又来了一辆车，是顾夜玉和顾夜幽，真是神仙兄妹，这颜值也绝了。妹妹这模样，果然像是个小仙女。过了几分钟，又来了2辆车，容貌气质冷峻的纪灵先从车上走下来。宋艺贤不喜欢比自己漂亮的言夏。言夏，你不和季影帝打招呼吗？我听说你们可是青梅竹马呢。我们之前已经绝交，不来往了。在节目中，他不想和纪灵有什么来往和牵扯，要断就彻底断干净，所以借着宋艺贤的话，点明他们现在的关系，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你们绝交了，为什么？这好像和你没关系吧？纪灵不想言夏再说什么他们断绝关系的话，不是怕丢脸，而是他心底抗拒抵触。这时从后面那辆车上下来一个身姿高大挺拔，全身散发这股桀骜不驯、肆意张扬气质的年轻男子。言夏前世他看过一点这档综艺的开头，早就知道这位神秘嘉宾是谁。
石溪眼，出生帝都的顶级豪门，比顾家这样的豪门能甩出去一条街那种。言下对石溪眼印象比较深，因为这是唯一对顾夜幽不感冒，更甚至还开口毒舌过的男人。顾夜幽看到石溪眼，眼底露出惊讶。导演和节目组的口风太紧，他没有打探到另一位神秘嘉宾居然是石溪眼。石溪眼来参加这个节目也好，我会让他发现我的好，并喜欢上我的。欢迎各位来这里参加从零开始直播真人秀。现在我和你们讲一讲接下来的计划。前世言下和顾家养女一起被绑架，无论是亲生父母5个哥哥，还是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都先选了救养女。言下被撕票而死，重生归来，他不伺候了。从零开始，主要是体现在你们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要怎么去生活。都身无分文了，我们还能怎么生活？拿什么买吃喝的东西？你们可以想办法找东西和村民换吃的，或者去问问村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付出劳动之后去换吃的。第一期就让嘉宾们自由发挥，毕竟这是直播，说不定更有看点。嘿嘿。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导演组的人停在一座农家小院门口。悠悠，你累了吧？一会进去我帮你揉揉脚。顾夜幽先是看了一眼不远处站着的言下，这才甜甜的娇声道：好，谢谢哥哥。言下听到5哥的话，心里肯定不好受和嫉妒我吧？要是一会口不择言说点什么就更好了。谢什么？你是我妹妹呢。言下没有和家里闹翻的时候，这回应该会主动来关心我的脚疼不疼。可能是因为在直播，所以言下才那么冷淡。等进门休息，直播暂停后，言下应该会主动来找我，用特殊手法帮我按腿吧。如果言下主动来求和，我要不要勉为其难原谅他，还是不搭理他，让他知道任性的后果呢？这座农家小院是我们节目组特意为你们安排的住处。这样简陋的环境，我们4位男士倒是无所谓，可对4位女士是不是太苛刻了点？你什么时候能代表我们3个男嘉宾，还能为另外4个女嘉宾做决定了？你可别代表我。我哥哥只是为了我们着想，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们男嘉宾能这样住，我们也能的。顾夜幽表面像是为顾夜玉解围，重点却是想突出他不矫情，能听从节目组的安排。上真人秀综艺，能吃苦耐劳和不矫情，是最容易得到观众好感和圈粉的。麻烦也别代表我。言下越来越不经济了，很好。道歉，我不知道你嫌弃这样的住宿条件，还以为你也能听从节目组的安排，和我们一起住的。你不想住就不想住，何必对悠悠这么说话呢？节目组之前就说过会在乡村录制节目，你如果嫌弃条件不好，就不该来。我什么时候说我嫌弃这样的住宿条件，不听节目组安排，不想住了？你要护妹妹是你的事，可请别不分青红皂白，有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而且你们说的话不是圣旨，这里也不是你家，不是谁都要惯着你们兄妹的。说得好，这里可没有谁要惯着你们。那你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床只有木板，可垫子和床上用品都没有，要怎么睡？你们兄妹能吃苦耐劳，可以就这样睡一周光秃秃的木板床，但我自愧不如，做不到在上面睡一周，所以我才让你妹妹不要代表我。我原本的意思是想大家和导演组商量下，请他们提供一下垫子和床上用品。这话让顾夜玉和顾夜幽一下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特别是顾夜幽被言下这么讽刺，更是觉得脸有些挂不住。这样光秃秃的木板床，睡一天我都受不了，别说一周了。不好意思，我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而且睡几天，身体也受不了。顾夜幽没想到自己的话会引起大家的不满。道歉，我刚才没想到床上用品的事。你是骄阳长大的，没有想到也正常。我刚才也没说什么吧？你眼睛居然红了，整得像是我欺负了你一样。颜绿茶也太过分了吧，逮着我们家小仙女欺负。人家是骄阳长大的，没有注意到这些很正常。言下至于盯着不放吗？感觉他就是故意针对鱼鱼兄妹，真是太讨厌了。言下的粉丝看着2人粉丝们喷，都很无语。夏夏不过是说实话而已，怎么就欺负小仙女了？这木板床上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没法睡，怎么就找茬了？导演，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分，就给每人1套床上用品就行。不对，叶玉兄妹用不着，准备6个人的就行。凭什么不给我们兄妹？之前不是你们说你们可以的，要服从导演组安排的吗？表现完你们多能吃苦耐劳之后，现在你们又想一起要，这变脸的速度让我叹为观止啊！你们节目组看着办吧。还好同意了这对兄妹来当特邀嘉宾，这第1天矛盾就如此激烈，首播不会缺话题了。嘿嘿，给当然是可以给的，不过也不能就这样白给，毕竟你们要从零开始，我们什么都无偿提供，就不符合这个主题了。那要怎么才能给？晚上只要你们每人提供1道做好的菜，请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吃，然后就为你们每人提供1套床上用品。你们要不要先组个队？
行动和吃饭什么的可以一队人一起。这个主意好，我支持。悠悠，我们一起住，刚好可以组队，没问题。那我和季眼弟加入你们的队伍。我没意见。就这样，石溪眼、苏锦、炎夏和殷薇薇4人组成另一队。咱们一会是不是直接去村子里一家家的问，谁家需要干活？我们不认识村民，只能一户户的问。赞同。我有个建议。什么建议？我们可以先去找村支书，了解一下村子的情况，看看哪些户人家会需要帮忙，然后我们再有目的性的去找这些人家，这样更省时省力。对啊，这个办法好。看到几个明星来找自己，村支书有些意外。你们找我有事？我们想了解一下村子里的情况，以及看看有没有谁家需要帮忙，我们换点吃的。村长先大致介绍了一遍村子，然后想了想道：有几家可能会需要帮忙，第2家最近在摘果，会缺人手，有5家。炎夏和村支书借了纸笔，将他说的信息都写了下来。这拖拉机是坏了吗？是啊，半个月前突然坏了，请人来修也没修好。这拖拉机坏了，是不是很不方便？是太不方便了，原本想要去镇上购买化肥什么的都被耽搁了。我们要是将这台拖拉机修好，能不能换点饭菜当做报酬？你们会修拖拉机？你会修？我会。炎夏被撕票后穿越到各个小世界，不断的学习提升和实操各种技能，所以修拖拉机完全没问题。我才不信炎夏会修，肯定是故意作秀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顾夜玉兄妹和纪灵的粉丝一个劲的在弹幕上骂炎夏心机重。修好了。这么快？你可以试试。严老师你太厉害了，上次我请来的人修了半天都没有修好，你这半个小时都不到就修好了。你怎么还会修拖拉机？我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机械专业。那你主修的是什么？我主修的是风水玄学专业。这话一出，在场的人又惊了惊，很意外炎夏学的居然是风水玄学。那你是不是还会看相和看风水？当然会看。那你帮我看看面相。没问题，休息的时候帮你看。微微也没想要炎夏现在看，毕竟在直播不方便说话。你们修好了拖拉机，今天就去我家吃饭吧。那我们就打扰了，只是能不能炒菜的时候每份多做一点，我们之前有一个任务。他将做菜换床上用品的事说了一遍。我还当什么事呢？没问题，我们请人来修拖拉机，修好的话怎么都要100-200块，甚至更多。关键是之前我们都以为修不好，没办法还得买一台新的，成本得花费更高，所以你这是帮了大忙呢，一顿饭小意思。吃完饭，炎夏几人带着4个热菜回了住的院子，和导演组换了床上用品。你们就换到这点东西？听你这语气，你们换到了很多东西。看到桌上的4个热菜，顾夜玉4人惊呆了。因为我们队友炎夏，我们躺赢了。你们靠炎夏躺赢了？炎夏将村委会的拖拉机修好了，所以村支书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炎夏会修拖拉机？你什么时候会修拖拉机了？我一直都会修，你不知道很奇怪吗？顾夜玉一噎，他发现越来越有些看不懂亲妹妹了。顾夜玉4人手忙脚乱的开始做饭，准确的说是顾夜优做饭，另外3个人就站在厨房里陪着。而烧好的油不小心溅到了顾夜优手上。悠悠，你手受伤就别做了。顾夜优当然不想继续做，可这在直播，他还要立坚强贴心小仙女人设。没事，我还可以的，还剩下2个菜就好了。要是不炒出来，你们就没法换床上用品了。不行，你手受伤了，怎么能继续呢？快去擦药。炎夏，你还帮着炒2道菜。你要是脑子进水了，就赶快去倒出来。我可不是你的佣人。夏夏又不是你们队的，更不欠你，凭什么要帮你们做菜？不好意思，我炒菜的时候手受伤了，哥哥担心，这才想请炎夏帮忙的。我哥也是关心则乱，还请不要怪他。炎夏知道顾夜优是故意在自己面前秀狗扎舞，多关心他。你不用特意在我面前向我秀你们的兄妹情深，他关心你，他可以自己去帮你炒菜，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拒绝他，你就来向我强调他只是关心你，我不能怪他。我记得自己和你们早没关系了，道德绑架可不是这么玩的。炎夏竟然还能这么理智，不是应该被刺激的骂我吗？我没有。炎夏最后一句话让他有些担心，怕对方当众将他们的关系曝光出来。顾夜玉承认的妹妹只能是他。哥，我用冷水冲过手，已经好多了，我可以继续做剩下的2个菜，你不用请别人帮忙。行，有的人我已经请不起了。现在你确实已经请不起了，我和你们可不熟，以后还请自重。顾夜优怕他五哥口不择言下，直接说出炎夏是他妹妹的事。哎呀，我炒着的菜要糊了，快进来帮忙。回厨房都要手牵手，
果然是兄妹情深，秀不够啊。听到言夏的话，这才让大家注意到，顾夜幽是牵着顾夜玉手回厨房的，同时也有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成年兄妹之间那么亲密，手牵手。夏，别说了，刚才是谁的错？只要长眼睛的都能看出来，你不会这么是非不分吧？你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季影帝，你的意思，我被人命令使唤，只能应下而不该反对。难道你觉得是我欠他们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多想。哼，我又不在意，能多想什么？倒是你们总喜欢倒打一耙。他确实不在意，真无所谓顾夜玉和纪灵的态度。可不在意，却不代表他们有资格使唤和指责他。言下是不是有病？不但骂我家鱼鱼，还对季影帝，他以为自己是谁呀？就是一个3线花瓶，居然硬刚对顶流和影帝，谁给他的勇气？我家鱼鱼不过是心疼妹妹，言下才是脑子进水了。言下是绿茶婊，就是想对鱼鱼和季影帝玩欲擒故纵。你们家叶顶流当自己皇帝，说的话是圣旨吗？夏夏又不是欠他的。明明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季影帝却帮外人，难怪夏夏要绝交。晚上直播关闭后，纪灵来找言夏。夏，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我要说的话之前早就说完了，所以和你没什么好谈的。非要闹成这样吗？你对我有误会，我只是想解释清楚。他想要和他说清楚，他和顾夜幽并不是言夏说的那种关系。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所以你不用解释，我更没兴趣听。纪灵没想到言夏竟连单独和自己谈谈都不愿意，他伸手去抓他的胳膊。季影帝，还请你自重。说完和殷微微快速离开，一副对纪灵避之不及的模样。看来网上很多言论都是造谣的，说什么言夏死扒着季影帝不放，可从刚才的情况看，明明是言夏不愿意搭理季影帝。天道，我们的帽子在哪里呢？什么帽子？我们没发帽子啊。你们没发，另一对4人手里拿着的是什么？那可不是我们导演组发的，他们的草帽是言夏带着殷微微编的，我们提供不了。言夏，怎么又是言夏？哪里都有这个女人，这个宋逸贤真是多嘴。我们也走吧，争取今天努力换到更多的菜。另一组言夏他们来到昨天约好的农户林2家摘果，还好夏夏提前想到编草帽，不然今天咱们的脸就惨了。对，还好咱们有夏夏。这时言夏发现林2印堂发黑，子女宫的位置更是变得越来越青黑。你儿子呢？那小子一早就出去演了。我看你的面相，你儿子有生命危险。有什么生命危险？看面相应该是要被水淹，快，再晚就来不及了。我们也去看看。言夏真会看面相，我觉得他就是哗众取宠。要是假的，他这是咒人家儿子呢。救命啊！言夏义无反顾地跳到了水里，朝着男孩游去。接着石溪岩也跳了下去。言夏体力好，成功将孩子送到岸上。石溪岩有危险。言夏转头就见石溪眼沉了下去。言夏，要是言夏直接淹死，那倒是不错，我也就不用再担心他在抢我的宠爱和东西了。就在石溪岩以为自己可能会被淹死时，突然一只手拉住了他。一上岸，言夏就半坐在地上喘气。虽然他一直注意锻炼身体，但刚才那么一碰，还是累得快精疲力竭了。谢谢，力所能及而已，不用客气。对石溪岩，他印象一直都很好，除了他是极少数对顾夜幽不假辞色的男人外，还有他真实爽朗的性格。这次下水救人，他其实也没想到石溪岩会跟着自己一起下去。看到两人眼中的笑意和对话，纪灵心里生出一种不舒服和膈应。夏，你没事吧？多谢季影帝关心，我没事。纪灵胸口尽是闷气，他很想问言夏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疏离冷淡的态度和自己说话，但因为直播，只有继续忍着。没事就好。顾夜玉也是想骂言夏脑子进水了，居然不顾危险去救石溪岩，同时还有点酸，不过也因为直播忍住了。真是让人不爽，这么一来，不但石溪岩会欠言夏一个人情，看直播的不少观众还会对言夏改观。看来我以后得更加努力的表现才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知道孩子有危险，力所能及之下，我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那是当做命根子一样看待的。灵儿坚持要报恩，问言夏他们想要什么，只要他们有的都可以给。灵儿的热情让言夏不好直接拒绝，那就请我们吃顿饭吧。一顿饭哪里够？这样吧，你们在村子里录节目的期间，你们的饭我们家都包了。这要是饭都包了，还有什么看头？真不用这样。我们在录制节目，他们不能一直去你们家吃饭的。听到秦导这么说，
灵儿才想起来，言夏两人是明星，这次来村子是做节目的，怕影响两人做节目，这才同意。我们今天又靠你们躺赢了。对言夏和石溪眼救人的举动，苏锦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夏夏，你太厉害了！我一直都在锻炼身体，所以体力还行。今天咱们不用去果园，要不接点活来院子里做。听到他转移话题，在场的人更佩服。换成其他人，现在十有八九会忍不住在直播里一直拿救人的事说，他们只是顺从本心去救，而不想将这事搞得像是邀功一样。好啊，那接什么活做？你们会什么？我可以接修电器的活。很会打游戏算吗？你是电竞冠军，为国家争光，很会打游戏自然算，不过放到这里就没法施展了。石溪眼经过刚才被救的事，和言夏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那你有没有好的建议？你们擅长什么？或者平常有什么爱好吗？我主要就擅长打游戏和唱歌跳舞。对了，乐器方面我也擅长。我最擅长的是演戏，平常爱好书法和国画。我最擅长的是唱歌，跳舞也会。那就按照你们的特长和爱好，咱们在这里开几个班。开几个班？对，村支书说村里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我们就针对他们接活。比如石溪眼，你可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或者乐器；苏哥可以教孩子们书法和国画；微微可以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我可以帮忙修电器或者辅导作业，也不用给钱当报酬，让他们给点吃的就行。听到言夏这么说，三人眼中的笑意都浓了浓。这个主意好，不但比摘果子轻松，还更有看点多了。这个可以。要不咱们今天先准备下，明天再开班吧。那一会咱们就去找村支书，让他和村民们说说。还不等他们去村委会，村支书就先上门了。感谢言夏和石溪眼救下了孩子，言夏两人和村支书客套一番，就说起了刚才商量的事。这是好事啊，你们尽管开班，剩下的交给我来办就好。听到村支书说这些明星可以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画画或者复习功课，不少老人和家长就心动了。再听到言夏会修电器，村里那台坏掉的拖拉机就是他修好的，于是家里有坏家电的都找出来，抱着去院子请言夏修。言夏修得认真，而且还又快又好，每修好一台电器就能收获一些村民们的大米、面条、肉和蔬菜。等下午，院子里的桌子上放满了吃的，让从外面摘过辛苦了大半天的另一堆人看得目瞪口呆。言夏居然会修这么多电器，真是太让他们意外了。言夏之前太会隐藏了，难怪非要来这个节目表现。心机婊，不就是会修点电器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没有电器可以修时，看你又拿什么表现抢镜头。这么多菜，你们能吃完吗？我们住的院子没有冰箱，肉放到明天不知道会不会坏。他这么说，也是希望言夏他们能将肉分一些给他们这一对。当然，要是言夏不给，那也能给观众留下一个抠门的印象。言夏哪里看不出来顾夜幽言语里隐藏的意思？不会坏，今天有个老奶奶教我们，将肉装在篮子里，掉到水井里就能保鲜。正好咱们的院子里有一口水井呢。听到言夏的话，顾夜幽噎了噎，这女人绝对是故意装听不懂。这么多，你们也吃不完吧？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可是我们夏夏修电器挣的。你们要馋肉，有本事就自己去挣，别盯着我们的。顾夜幽没想到石溪眼说话那么不客气。我没有想吃，也没有盯着，我就是看你们肉多，提醒下你们容易坏而已。你别欺负我没文化，你刚才话里的意思，我还是能听出来的。我真的没有。顾夜玉看到妹妹被欺负，自然不干了。既然知道自己没文化，那就少说几句，别总是欺负女孩子。是，我没文化，比不上你们兄妹是学神。还有，我这个人只是喜欢实话实说而已，可没有总欺负女孩子。你可别污蔑，胡乱给我贴标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连说实话也不让。叶顶流，你太霸道，太双标了吧？眼下你到底站哪一边的？眼下居然每次都帮石溪眼，将我这个哥哥放在哪里？这可是我妹妹，又不是石溪眼的。下午是你做饭吗？有人请我们吃，不用我做饭。顾夜玉原本还想借言夏做饭的时候缓和一下关系的。放心，一会我们吃的时候，我会提前照相发到群里，让你看个够的。谁要看你们吃什么菜了？那不是自虐吗？那我真是谢谢你了。不用客气，你既然喜欢，我以后一定多满足你。这家伙一如既往的讨厌。你们今天带着出去的草帽是你编的？是啊。那帮我们也编机顶呗。你没手。他可不会再惯着他。顾家的人谁都别想再得到他惯着的待遇。不帮就不帮。顾夜幽看到顾夜玉又往言夏身边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危机感和不爽。我也想学编草帽，这样明天我们组的人就不用在太阳下暴晒了。言夏，悠悠和你说话呢。
有什么冲着我来就好。悠悠是无辜的，你能不能别这样不讲理？我早说过，让你们别主动来招惹我的，我一点都不想搭理你们。这样说的够明白清楚了吧？正在看直播的观众肯定都会骂言夏目中无人和没礼貌，你们别这样，都是我的错。可算了，言夏不想教，那我就不学了。大家谁不知道谁啊？你这口绿茶，我还真喝不下去。忘记告诉你们，那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我都录音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女人也太奸诈了。要是录音被公布的话，会对我的千金身份不利的。你们要是再来招惹挑衅我，那我不介意放录音给大家听听。他这话一出，在场的大多数人都露出了满眼八卦的模样。看来言夏和这对兄妹私下确实有什么关系，居然连录音都出来了。纪灵知道顾夜幽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和言夏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认识的，有什么误会，等回京之后坐下好好说说解开就好，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季影帝的意思是觉得是我小题大做了，每次主动开口找事的人都不是我，最后却都要变成我的错。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们的脑回路。我之前都说了不想奉陪，还请你们自重，你们将你们的小仙女宠好护好就行，惹不起我躲都还不行吗？什么叫他们宠着护着他们的小仙女就行？纪灵和顾夜幽是什么关系呀？夏，别闹了。他无法理解，就算言夏不喜欢顾夜幽，在综艺里就不能装关系和睦的样子，这可是直播，至于这样闹开吗？季影帝，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故意指责言夏做了什么错事，在无理取闹一样。要不是听说你们曾是一起长大的朋友，我还以为你和他有仇呢。别说你，就是我也这么以为。看言夏和石溪眼一唱一和的模样，纪灵更烦躁。我和夏之间有些误会，就不劳使顶流操心了。夏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事现在就是我的事。一时间院子里寂静无声，导演知道直播里不能让气氛一直这么尴尬。对了，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们，你们也知道村子里老人和孩子居多，所以节目组想要在最后一天在村里举行一次活动，你们准备节目，让村里的人一起乐呵乐呵。到时候我们会给每位村民一朵小红花，让他们给你们投票，获得小红花最多的组，节目组可以满足你们一个要求。要准备什么节目？有规定吗？没有规定，你们自己商量就行，只要让村民们喜欢即可。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我觉得唱跳什么的，村民不一定会喜欢。老人和小孩为主的观众，表演魔术应该都比唱歌跳舞受欢迎。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觉得皮影戏怎么样？皮影戏。之前村支书说村里有一位老人是皮影戏的传人，虽然皮影戏现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老人依旧10年如一日的坚持制作皮影。我们参演的话，不但能满足老人的心愿，还能宣传发扬这样的非物质文化。这个主意不错，我觉得有点意思。我赞同。晚上8点直播就关闭了，顾夜玉拦住言夏，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夏，我今天干活好累，手疼腿疼的，你帮我推拿一下好不好？顾夜玉，看来你脑子里的水还没有倒出来。你说什么？绞尽脑汁想到的和言夏和好的借口，我都这样伏低做小了，他竟然还不买账。我说你脑残，我手疼脚疼，你真不管我了？关我屁事。等两人洗漱完回来的时候，又见纪灵站在之前顾夜玉的位置，真是有些搞不懂。无论是叶顶流还是季影帝，两人明着都在帮叶幽，站在言夏的对立面，可背地里又要跑来找言夏求和。言夏的形容很贴切，都是脑子进水了。你也去把脑子里的水倒出来吧。我脑子没进水。那你也是脑残。骂舒服了吗？骂舒服就谈吧。我们已经绝交了，没话可谈。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话。你要是继续这样，那我不介意公开我们的关系。哼，不就是个前男友吗？你想公开就公开好了。我说过，我不同意分手。我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已经单方面让你滚蛋了。你和顾夜玉好烦，能不能给人点清静的空间？你和我单独谈，我就还你清静。如果你是来让我删录音的，那就不用再多此一举了。听到这话，纪灵的脸色微微一变，他没想到言夏居然知道顾夜幽来找他帮忙，让他删录音的事。言夏一直都盯着纪灵，看到他脸色一瞬间的变化，更觉得可笑。换成前世，他指不定多难受呢。还好现在不爱不喜欢也不恨了。我不是单纯为了这事找你的。你现在真的让我恶心。言夏，别闹了行吗？你和顾家人越来越像了，有病就去治，别跑来我面前找存在感。夏，咱们明早是自己做早餐，还是出去村民家蹭？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想吃灌汤包。行，明早起来给你们做灌汤包吃。好啊，那你明天叫我，我早点起来帮忙。好，那我们回房了，你也早点休息。晚安。因为他故意挡着，纪灵只能看着言夏离开。
石顶流，多管闲事可不是好习惯。季影帝，死缠烂打也不是好习惯，人家都恶心你了，还非要凑上去，你怎么就那么贱呢？我和炎夏之间的事，请你别掺和。你当自己是谁呢？我就要掺和，你咬我！你对夏夏是不是有什么企图？石溪岩可不像是会处处帮女人出头的性格。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这算是企图吗？石溪岩，炎夏不是你能企图的人，请你别打歪主意。这就不劳前男友操心了。怎么这么看着我？我没想到会吃到你和影帝的大瓜。年少时冲动的结果，谁年少时没喜欢过个渣？及时止损就好。她也曾被男朋友背叛过，更是讨厌纪灵这种明明有女朋友还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纪灵一边不想分手，一边又要帮叶幽，让炎夏将录音删了。这种渣而不自知的才更渣。你和顾夜雨不会也好过吧？怎么可能？我和他可是有血缘的。什么？你和顾夜雨有血缘关系？你们也是兄妹？曾经是兄妹。来这档综艺前，我刚和他以及家里人断绝了关系。为什么？不会是为了叶幽吧？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那你和他其实也是姐妹？不是，他是我父母收养的，我是亲生的。不过我小时候被叶玉弄丢了，1年前才被家里找回来。只是他们认为我回来后占了叶幽的身份，所以对我不满意，什么都要让我让着叶幽，所以我受不了，就和他们断绝关系了。你家里人也太不讲理了吧？明明是叶幽占了炎夏的身份，怎么还要炎夏反过来去补偿？我只当自己没有亲缘。叶微微比较欣赏炎夏的这份通透和淡然。我尝尝夏夏的手艺，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灌汤包，鲜美，太好吃了。另一边，顾叶幽为大家包的韭菜饺子，饺子皮还有点生，韭菜鸡蛋的馅料调的也不好，除了外形捏的不错外，其他的一无是处。宋姐，这饺子不合你胃口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不喜欢鸡蛋韭菜馅，只是咱们就只有这个食材，我才只能将就做了。这一早上都是我妹妹忙活，你就别挑肥拣瘦了。你什么都没干，能有的吃就不错了。更何况我妹妹包的饺子很好吃啊。顾叶玉说完，又加了一个饺子，强行吃了下去，很捧妹妹的场。这回轮到宋一贤委屈了，他可什么都没说呢，就被这对兄妹打上不干活还挑肥拣瘦的标签。饺子味道挺好的，叶幽辛苦了。不辛苦，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这么好吃，你们怎么就才吃了这么几个？我们组刚才可是抢着吃灌汤包的，就算再来一盘，我也能吃完。我已经饱了，那么好吃，剩下的你们都吃了吧。之前他对叶玉确实是喜欢的，也想攀上对方，可现在却突然没兴趣了。叶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宠妹妹，谁和她好，谁要被膈应死。石老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你又不是金子，我为什么要喜欢你？更何况男女授受不亲，我可不想来上个综艺，还炒个绯闻什么的出来。你们慢慢享受着美味吧，我闪了。顾叶玉和纪灵都觉得石溪眼太没有风度了，只有宋一贤坐在一旁暗爽。他发现叶幽这样的绿茶婊，就要石溪眼这样的毒舌直男来收拾。悠悠，别理他，你包的饺子本来就好吃，比什么灌汤包可好多啊，我就喜欢吃。炎夏4人今天帮一户人家网鱼，干完活之后，主人家还送了2条鱼给他们。4人提着鱼回到院子，发现顾叶玉已经回来了，并且一趟趟的往卫生间跑。早上的饺子吃多了吧？夏夏，快帮我配点拉肚子的药。夏夏，快帮我配点拉肚子的药。顾叶玉不由得有些后悔，早上不应该吃那么多饺子的。你这是吃饱了撑的，多消化几次就好了。你就忍心看到我肚子疼的那么难受？换成曾经，亲妹就吃这一套，一听就心疼她了。忍心啊？为什么不忍心？我和你又不熟。你太狠心了。对，我的心就是石头做的。叶顶流，这可是你疼妹妹的表现，怎么都要多拉几次纪念下。叶顶流这会都拉成这样了，怎么没见他妹妹来照顾下？自从殷微微知道了这2人和炎夏的关系，他就觉得挺膈应。这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单方面的宠妹狂魔吧。顾叶玉在吃了节目组提供的药之后，现在已经好了不少。妹妹做的酸菜鱼我还没有吃过，今晚我要多吃点。那你得让节目组再多给你准备1盒药。怎么哪里都有你的事？我真是关心你，我真是谢谢你了。顾叶幽听到石溪眼的话，气得不行，这男人就那么瞧不起他。我偏要让他看看，我比炎夏更优秀。接着顾叶幽开始片鱼，但刀工却不太好，大一块小一块，薄一块厚一块的。在快要结束时，刀一划还割破了手指。哥，我割到手了。他将手指头送到顾叶玉的嘴边，快帮我止血。顾叶玉立即低头，将他割破的手放到嘴巴里吸了吸，
看到两人这动作，宋一贤觉得膈应的慌，这两兄妹也太亲密过度了吧。连继林看着两人的动作，都不由得蹙了蹙眉头。小仙女的手习惯性就朝叶顶流的嘴边送，在家的时候没少这样吧？你们没有觉得别扭吗？我看着也挺别扭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看一对情侣呢。顾夜幽好不容易做好了酸菜鱼，可鱼腥味也太浓了，更没有刚才炎夏做酸菜鱼散发出的那种香味。顾夜玉为了维护顾夜幽的面子，他还是将鱼肉咽了下去，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苦。然而这次顾夜玉不只是拉肚子，还上吐下泻起来。果然是真爱。可不是，这哥哥的爱很深沉。我傍晚去厨房还提醒过他，可惜他不领情。叶顶流还真惨。顾家顾母和另外4个儿子一直都在看直播。老五肠胃一直不好，这上吐下泻的，又在偏僻的村子里，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事。炎夏好狠的心，这次说不管老五就不管。换成往常，老五生病了，炎夏会主动照顾。这次老五都示弱了，还主动开口想让炎夏帮忙找药草熬药，可他却冷漠的拒绝了。他难不成真不想认我们了？他应该是还在迁怒老五吧？这老五也真是的，肠胃不好就别硬吃。炎夏也是不懂事，明明是亲兄妹，在节目上却故意闹得这么僵，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可不是，炎夏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已经为悠悠立好小仙女的人设了，按理说她会很出彩，可因为炎夏非要参加这档综艺，和悠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悠悠最近2天的风评不太好。悠悠从小可都是娇养着长大的，她为了上这档综艺，那么努力的去学干活和做菜，多不容易。要不让他们兄妹退出这档综艺吧？不行，要是让他们现在退出，对名声可不好。那怎么办？要不你给炎夏打个电话，让他退出吧。他之前那么关心你的身体，你就说不太舒服，想他回来。你最近睡眠不是不好吗？正好让他回来为你推拿下。只要他退出了这档综艺，我们之后会补偿他的。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们亲妹妹，还能亏待了她。你让她乖乖回来，我的新剧可以让她演女二。行，那我给她打个电话。不过他们的手机不是都上交了吗？没事，我打个电话去导演组问一问炎夏现在的手机号就行了。好吧。喂，夏夏，是我。有事。我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睡眠也不好，你明天回来吧。回来为你炖药膳和推拿。顾母异业，他确实是这个意思，可从炎夏嘴里说出来，总觉得有点变味。我不舒服，所以就想你回来看看。所以你不是想我了，而是身体不舒服，需要我回来。我这个亲生女儿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类似于保姆性质的工具人。你怎么说话呢？我是你吗？我想让你回来你就回来。你知道我在参加综艺吗？当然知道，不过是一个综艺，你回来也没什么。因为顾夜幽在综艺上表现一般，所以你们不想我继续参加了，你才给我打的电话，想让我退出。顾母没想到炎夏这么清楚他们的想法。直播我看了，悠悠表现很好，很优秀。你二哥说只要你回来会帮你重新找2个好资源。你四哥说他的新剧可以让你当女二。顾叶俊的好资源我可不敢要，前面不知道挖了多少坑等着我跳呢。顾叶浩的新剧女一是顾叶幽吧？你们这还是想让我继续给他当绿叶陪衬吗？炎夏，你别不识好歹，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们亲妹妹的份上，我们才懒得管你。给悠悠做配怎么了？你为什么总要和悠悠攀比？你就不能安分点？这话让殷微微的眉头皱得更深，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帮养妹踩着亲妹妹，还要亲妹妹认命，有病吧？我就是这么不识好歹，你们又要如何呢？你们之前放出话要在娱乐圈封杀我，你们也这么做了，那就继续封杀呗，看我怕不怕。炎夏，不要再置气了，我们可是一家人。你明天回来，我们就不会怪你。叶女士，容我提醒一下，我已经和你们全家断绝关系了，所以请别道德绑架我。你身体不舒服就请去医院，你们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也请不要再来找我。他怎么敢这样？连我这个亲妈身体不舒服，炎夏都不关心了吗？他这是翅膀越来越硬了，那我们就将他的翅膀折断，让他再也飞不起来。也好，他现在太不听话了。你妈和你哥好过分，习惯就好。叶玉上吐下泻止不住，他想见一见你。他又不是要归西了，临终有遗言，见我干嘛？你怎么能这么说？不然呢？我对见他没兴趣，就这样吧。炎夏，不管以前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叶玉说你能找到药，他这会真的很难受，你就帮帮他吧。这天都黑了，你们要让我现在去山上找药，不说能不能看得清楚？这么晚了，我上山出了事你们负责。在你们心里，
我的命就那么不值钱？不，我们没有这么想。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而且我会陪着你去。夏夏，你就忍心看他一晚都要受上吐下泻的折磨？我有什么不忍心的？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村里有卫生所，你们可以送他去看看。纪灵没想到言夏竟真对顾夜玉不管不顾，他内心有些慌了。对顾夜玉这个亲哥都这样，对他这个前男友呢？言夏怎么说？他说他不会管。我都这样了，他居然能忍心不管？我觉得他这次是认真的，他是真决定和你们断绝关系了。就为了那么些小事，他至于吗？我们也没有苛待他啊。对亲妹妹能被找到带回来，他心里是高兴的。这1年多来，他和言夏的关系走得比较近，他知道妹妹是在意他们的。可现在他对他的兄妹感情，真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让导演组的人送你去村里的诊所看看吧。是啊，哥，我送你去村诊所看看。那个女人现在心狠起来，根本不管五哥了，这样五哥也不用再惦记了吧？哥，我在这里守着你吧。不用，你今天累了一天，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才有精神直播。顾夜幽本来就不想留下，累了一天也想好好睡一觉，只是面上却不能就直接走了，才假装说留下来，因为他知道哥哥心疼自己，舍不得让他留下。好吧，那我先回去，哥哥晚安。悠悠晚安。如果没有断绝关系的话，今天换成是言夏，他是不是会坚定的留下来守着我？第二天顾夜幽不小心起晚了，所以没有做早餐，他们准备去帮工那家吃。顾夜玉今天已经不再上吐下泻，不过整个人却无精打采，双腿发软，气色也不好，因此纪灵提出让他就在院子里休息。叶顶流，你宝贝妹妹没有为你准备早餐，你昨晚上吐下泻一夜，还去了村诊所打点滴，她就没有为你熬点粥。昨晚你打点滴，她也没有陪你吧？我自己没胃口。你为了你妹妹吃的上吐下泻，她却丢下你不管，你们还真是兄妹情深。都说是我没胃口了。哇哦！吃完早餐，言夏一组在出门的时候，他对导演建议：叶顶流这样的情况，不吃东西不行，你们熬点粥给他垫垫肚子吧。好的。随后，言夏4人去了那位做皮影老人的家。我教你们怎么动皮影来演，然后你们配音自己拿着的角色。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得解决，否则演出就有缺陷。什么问题？配乐问题。以前我们演皮影戏，我儿子是专门配乐的，可他不在了，我孙子也不擅长那些乐器，所以可能需要你们的节目组请人来配乐。老人家需要用什么乐器配乐？老人带着他们去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这些锣鼓、板、二胡、扬琴、旋子和唢呐，我可以用板和旋子，其他的几样我不擅长。那就需要擅长锣鼓、二胡、扬琴和唢呐的人，要从外面请，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要不我试试？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这些乐器你都会？我都学过，以前跟着师傅学过二胡，后来穿越到那些小世界，乐器他几乎都学过。厉害了，我们的夏夏。多谢夸奖。姑娘，你用二胡拉首曲子我听一下。好的。你拉二胡的水平很高，你来配乐完全能胜任，不用再找人了。好，那我就来配乐。严老师为我们节目组省事了。夏夏，除了这些乐器外，你是不是还会其他的乐器？还会一些，比如举例子说说。古琴、琵琶、笛子、箫、埙、钢琴、小提琴、吉他、萨克斯、贝斯等也都会点。你还会弹吉他？一会回去咱们合弹一首。好啊。夏夏，我想听琵琶，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们弹一曲？可以啊。言夏会这么多乐器，吹牛的吧？我觉得节目组肯定有剧本，言夏是照着剧本演出来的，否则怎么可能会这么多？节目组太假了，这明显是提前排练好给我们看的。听说言夏之前救过秦导的老婆，所以才能拿到综艺名额的。你们细细品一品，这种关系会没有猫腻？无语了，这是导演要故意捧言夏，为他设计剧本演给大家看。当我们是傻子骗呢？弹幕上突然冒出来好多吐槽和质疑的评论，看到突然出现的这些弹幕，导演很清楚，这是有人请水军黑言夏和节目组。要不我们问问直播间的观众们，想听什么？
因为让观众们点就是随机的，不可能提前排练好，这样能够洗白这些弹幕质疑。没想到居然有人怀疑我是照着剧本演的，我敢保证自己没有，也请你们别因为黑我而抹黑节目组。我有自信，你们点的曲子我都会弹。现在就请刚才在弹幕上黑我质疑我的人点曲吧。言下的意思，只要是我们点的琵琶曲，他都能弹。这怎么可能？他能有这么牛？我不信。言下这是太自信，还是太自负了？姐妹们、兄弟们，那就点吧。就弹红马吧。对，就弹这一首曲子吧。他们让你弹《红马》这首琵琶曲。好。言下弹得真好，听言下弹这首曲子，就能知道他在琵琶上的功底有多深了。那些说老婆是拿着剧本演出来的，现在脸疼吗？水军和于粉等人脸确实有点疼，他们没想到言下真擅长弹琵琶，水军是要黑言下的，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承认言下弹琵琶确实还行，但不代表他刚才不是演的。不是还有其他乐器吗？让他都弹一下。对，他要是都能弹出来，我们就承认他确实懂很多乐器，之前不是演的。嘿嘿，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热度吗？要是言下都能弹出来，不但能证明我们没有剧本，说不定还能被送上热搜。于是导演看着言下说了这些人的话，可以啊，随他们来。二哥，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我之前就和你说过，言下挺懂音乐的，你居然让水军从乐器下手黑他。你是说过他有音乐天赋，可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多乐器？难不成你知道？我还真不知道他会这么多乐器，他会的乐器比我都多。现在的问题是悠悠怎么办？二哥，你这哪里是黑言下，你这明明是坑悠悠吧？我只知道言下会拉二胡，还真不知道他会那么多乐器。言下藏得还真深，要不让水军重新找个点黑言下？现在不行，要是再让水军黑其他的，也太明显了。观众不是傻子，而且秦导在圈里的地位不低，惹怒他对我们可不利。二哥，你太坑了。等综艺结束，就让悠悠进组我要拍的剧，我觉得能让她爆红，最好能说服言下答应当女二。我这部剧的女二是个反面角色，很辣印度，很能衬托女一的天真善良。如果言下来演女二，悠悠演女一，观众们肯定会对悠悠改观，而不喜欢反感言下的。等这一期综艺结束，你就去找言下，尽量说服她演你这部剧的女二。好，老桑，你可以为悠悠写一首歌，到时候让悠悠唱你写的歌，就说她自己写的，打造一个才女人设。严老师，我表弟想请你帮个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们说。他儿子一睡觉就会惊醒，最近每天中午和晚上一睡觉，没多会就会像是被吓到一样哭醒。县城、省城的医院检查都没有问题，老人家说有可能是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听我表哥说，你是位风水玄学大师，所以就想请你帮忙看看。行，那我和你们去家里看看吧。他又哭醒了。严老师，还请你帮忙看看。将孩子给我抱抱。言下抱着挣扎的孩子，拿出一张符纸，在孩子的额头上比划了几下，让人掉眼睛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孩子渐渐地停止了啼哭。姐姐，飘飘。严老师，我儿子是不是真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是啊，他这样的情况已经2个月了，每次都哭闹不止，还没有这么乖过。不是你们说的情况，他是带了不该带的东西。这东西你们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之前去逛古玩街，在一个摊子上看到的。当时觉得很可爱，想着我儿子刚好属猪的，所以就买下来了。雕刻小猪的白玉里面隐含着阴煞之气，你们之前说的不干净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磁场造成的阴煞，人沾染上了，对身体是不好的。这小猪上怎么会沾染什么阴煞呢？这个小手串应该是和从墓地里出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过，所以沾染上了阴煞。还好沾染的不是很多，否则你儿子就不只是睡觉惊醒而哭闹不止了。原来是这手串造成的。今晚你们别做饭了，就到我家吃。对，今晚一定要到我家吃饭。顾夜玉倒是一直都知道亲妹妹会看面相风水，收养她的那个老头就是干这个。他们家的人以为言下是个半吊子那种，但现在看来他在这方面还挺厉害的。要不你帮我也看看，
言夏对狗渣舞挺无语的。以前在家里，他对他好的时候，他并不会这样缠人。现在他懒得搭理，还时常挤兑，他却反而要来刷存在感。我们这一行有3种人不看，你是其中一种。哪3不看？你倒是说说。你真要听？对，我要听。第1，不看亲缘之人；第2，不看政治；第3，不看自己。言夏这个小贱人一定是故意的。第2和第3，五哥都不满足，那就只有第1了。他后悔没有及时制止五哥。孽们有亲缘关系。你们倒是回答宋逸贤的问题呀。从言夏的3个不看里，很明显叶顶流只能是第1项，这意思是言夏和叶顶流有亲缘关系。这样的话，那言夏和叶幽不是也有关系了？可从综艺一开始到现在，言夏对2人都不感冒，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态度。这3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好想知道。老五这脑子真是进水了，非要不停的去对言夏找存在感。现在好了，引得大家都在猜测他们的关系。要是让人将言夏和老五的关系挖出来，是不是对悠悠不利？无论是身份上还是关系上，对悠悠都不利。之前就有人带节奏，说老五和悠悠关系不像是兄妹，反而像是情侣。这要是亲兄妹，虽然有人觉得不习惯，但也不会真去多想。可如果曝光3人真正的关系，那很可能会有人将老五和悠悠朝着暧昧不伦上去想。这是我最担心的一点。要不买水军带下节奏，就带言夏是老五的表妹吧，别让人挖出来他们3人真正的关系就行。网上的风向，你现在去安排吧。我现在就去。他很快安排水军编造了一段言夏和顾夜玉的关系帖子，说言夏是顾夜玉的表妹。最近因为言夏对顾夜玉要过几次资源，可顾夜玉没有给，言夏就生气的主动和顾夜玉闹翻了。另一边，言夏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画起了符，还拿起几张纸给小孩折了一些小动物。夏夏居然还会折纸小动物，言夏的手也太巧了。一堆夏粉夸言夏心灵手巧，很快就有不和谐的声音冒了出来。言夏的手是巧，确实也会一些东西，但人品却堪忧。就是没想到她居然是叶顶流的表妹，白眼狼那种。生米恩斗米仇，言夏这种就是典型喂不饱的白眼狼。秦导在没有镜头的时候低声问言夏：“你是叶玉的表妹？”“不是。”秦导明白了，网上有人买水军黑言夏，于是将几个热搜的事对他说了一遍。网上热搜里你们的事要被坐实了，对你可不利。你好好想想办法，明天综艺结束回去之后好破解。要是需要，我可以帮你找人把热搜撤了。看到秦导满眼担心的眼神，言夏心里一暖，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是顾家人和纪灵那样对自己。多谢秦导的好意，不过热搜不用撤了，让他们黑，闹得越大越好。上2天热搜闹得沸沸扬扬，全网皆知。等真相告破的时候，不是才更有意思吗？能不能先透露下你和叶玉的关系？我心里好有个准备，知道下一期该怎么办。当然，在你自己要曝光出去前，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亲兄妹。亲兄妹？那你和叶幽也是亲姐妹了。她是养女，我是亲生的。不过我曾经的家人们都更喜欢她，很排斥我。你的家人喜欢养女多过喜欢你这个亲生女儿。言夏没有为顾家人和狗渣舞遮掩，将自己的身世很简单的说了一遍。来上节目之前，我已经和那家人断绝关系了。叶玉真不是个玩意，你断绝关系，断绝得好。顾家人真是亲生女儿找回来，居然要故意让养女踩，有病吧？晚上直播关闭后，秦导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他助理打来的。他之前吩咐这个助理在院子里盯着，看看叶玉兄妹有没有什么看点。秦导，叶玉兄妹有情况，很带劲，要开直播吗？现在就开。你们就说因为明天就要结束这一期的综艺，所以今晚准备来个突袭，看看几位明星晚上的生活，并找他们聊聊对这一期综艺的感受。哥，我怕。怕什么？怕我们的关系被挖出来，怕你被我连累，被人骂。毕竟你才是言夏的亲哥哥，我什么都不是。我好怕爸妈和你们不要我了。从言夏被找回来开始，他就一直害怕这个。原本他是高兴的，终于将言夏这个正牌小姐赶走了，可结果却越来越和他想的不一样。像顾夜玉之前都是言夏围着他转，可自从上综艺后，反而变成他老是忍不住凑上去，想求言夏的关爱，这让他心里不舒服的同时，还忍不住生出一种危机感。想来想去，他突然觉得将言夏逼走，反而是下策，应该让言夏继续惹顾家人的不满，最后被顾家人赶出去才对。傻丫头，不会的，你可是我们家的小公主，宠爱的宝贝，我们怎么可能不要你？至于身份的问题，你更不用担心了。
这不是还没有曝光吗？二哥肯定会想办法解决的，而且就算曝光了，我也不怕被骂，我们会护着你的。你们真不会不要我吗？顾夜玉看着他这模样有些心疼，低头习惯性的亲了亲他的额头。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宝贝，放心吧。那等这一期综艺结束，你们就好好将炎夏哄回来吧。不管怎么说，他才是顾家亲生的，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他不高兴离开顾家。我家悠悠就是这么心善懂事，他离开是他自己任性，和你没关系，你不要再多想了。顾夜幽听他这么说，放下心来，主动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我就知道五哥能理解我，你最好了。而两人都没有注意到，摄像设备已经开启，从两人拥抱在一起开始，他们的举动就录进了直播里。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开了直播？叶老师，请导让我们重新开启直播，看看你们晚上的生活，再问问你们对参加这一期综艺的感受。你晚上要开直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是请导让我搞突袭的，你们放心，我刚才打开直播的时候，离你们有一段距离，你们说的话我没有听到，也没有录进去。他这话让顾夜玉的脸更黑，这家伙说的他们像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需要保密一样。节目组突袭，居然录到了这么劲爆的镜头，刺激！大晚上的，这两人在院子确实刺激。楼上人家只是亲额头和脸，亲额头和脸，不是亲。成年人中，像是他们兄妹这样搂抱亲亲的，确实太过了吧？弹幕全都在讨论刚才两兄妹亲密动作的事。不像话，老五他们太不像话了。他们这是干什么？难道五儿子和养女私下在谈恋爱？老五太大意了，当初你就不应该让老五去上这个综艺的，这样一来对悠悠的名声可不好。老五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还悠悠吗？听到三人的话，顾府有点懵，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三兄弟怎么全将错丢到亲弟弟身上？你们不觉得他们的动作太亲密了吗？不觉得呀，一看老五就是在安慰悠悠，平常悠悠受了委屈，我们也是这么哄她的。安慰妹妹需要这样？她是不是老了？你们也会对悠悠这样搂抱和亲？对呀，这有什么？老四这个棒槌，你们可是兄妹啊，不像话，你们太不像话了。就因为是兄妹，所以我们这样才是感情好的表现。爸，你能不能别乱想？你们对炎夏这个亲妹妹也这样吗？我们怎么可能对她这样？她也不会主动这么亲近我们。炎夏这样才是正常的妹妹好吗？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和好养女。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和好养女。顾父说完，沉着脸上楼去了书房。顾母看着不高兴甩袖子走人的老公，委屈不已。悠悠还小，什么都不懂，可你们都是哥哥，怎么能和妹妹这样亲密呢？等悠悠回来之后，你们不允许再和她搂搂抱抱，更甚至亲脸。妈，我们知道了。顾母看到四儿子脸上的不服气以及大儿子的敷衍，心里对顾夜幽第一次生出种说不出来的埋怨。这件事你们赶快处理，可别闹大了，否则要是让圈子里人知道，咱们家可丢不起那个脸。是。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顾叶俊将之前的事以及网上的发酵说了一遍。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走。什么办法？曝光你和炎夏恋爱的事。这个不至于吧？他和炎夏之间还闹着矛盾呢。那你说不用其他打瓜来转移要怎么办？炎夏因为这档综艺热度正高着呢，你们的恋情一出来，绝对引爆今晚和明天的热搜。我考虑一下。行，那你尽快给我回复，我这边好安排。好。俊哥，不好了，炎夏从小的成长经历被狗仔队挖出来了，包括她才是顾家亲生女儿的事也被曝光了。听到助理的话，顾叶俊快速点开热搜，没想到狗仔队不仅挖出炎夏从小开始丢书的经历，还爆出顾叶幽才是养女的身份。顾叶俊看到热搜以及评论区大家的各种猜测，他的脸阴沉无比。他这边还没有做好公关，居然又爆料出了这件事。我还没想好。等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悠悠得被郭贝一直骂。你也希望悠悠好吧？曝光你和炎夏的恋情，对你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你现在并不是靠流量吃饭的实力派影帝，更何况你背后还有季家。那炎夏呢？我们的恋情曝光，你想过对他的影响吗？顾叶俊愣了愣，显然他之前并没有去想这个问题。炎夏一直都很坚强，从小经历了那么多，他能承受得住。可悠悠是顾家教养着长大的，心思又细腻敏感，很容易受伤。再说，除了这事也是炎夏惹出来的。他要不是故意在综艺里和老五两人针锋相对，白天不一又说三不看引导，才会让大家好奇。所以从他开始就以他来收场吧，我会补偿炎夏的，毕竟她是我亲妹妹。听完顾叶俊的话，纪灵又沉默了会。行，那你就去爆料吧。你先给我经纪人打个电话，就说我同意的，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好配合你们。在炎夏和顾叶幽之间，纪灵选择了帮顾叶幽。你昨天和今天一直霸榜热搜，是什么热搜？你是顾夜雨的亲妹妹被实锤了，
还有人放了亲子鉴定。不过这条热搜被人在今早撤掉了。现在霸榜的热搜是曝光你和季影帝的恋情。随他们吧。你和季影帝是情侣，你们是吵架了？之前确实谈过恋爱，不过在来这里前，我已经和他分手了。原来你们已经分手了，难怪我就看你们不像是情侣，他配不上你。说得对，谢谢你们。那你们继续做饭，我先出去了。趁着摄像师还没有进来，石心远凑近眼下道：“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一定帮你解决。”谢谢你的好意，如果需要帮忙，我会找你。一言为定，别找其他人，就找我。好。中午过后，这一期的综艺就结束了，直播也关了。回程路上，言夏便在纪灵爆出两人恋情的微博下回复已经分手，并且绝交，同时还上传了那天和纪灵的通话录音。既然纪灵他们要护着顾夜幽，那他便也不再有什么顾忌。我的天，没想到季影帝是这样的人，我以前还挺喜欢他的，现在觉得他好渣。他真正喜欢的人居然是夜幽。听录音，季影帝还想让言夏将参加综艺的名额让出来给夜幽。季影帝，你让我好恶心。纪灵目不转睛地盯着言夏更新的微博，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那天的通话，他居然还录音了。他当时就已经想要防备自己了。这个认知让他接受不了的同时，也感到一种锥心的疼。就在这时，经纪人辛林红打来了电话。言夏是不是有病啊？他居然不和你商量，就这样捅你刀子。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出，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狠。言夏和你分手的事，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之前并不同意和他分手，我以为他只是和我闹脾气，我们会和好。现在咱们得立即做出反应，否则你就变成脚踩两条船的渣男了。之前他就不同意纪灵和顾夜俊的合作，果然出问题了。这回他不但更烦言夏，对顾夜幽也讨厌了起来。毕竟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不敢表露的秘密，他喜欢纪灵。你先告诉我，顾夜幽是不是你的白月光？你真正喜欢的人是不是他？这样我这边才好和公关团队为你制定方案。没有什么白月光，那不过是言夏说的气话。既然这样，那你再发一条微博，否定白月光和喜欢顾夜幽的事，就说你和顾夜幽的二哥是发小，所以受他之托才会帮着照顾顾夜幽。现在一定要洗清你脚踏两条船的事。好，我发。顾夜幽看到那些骂他的评论，委屈的不行。刚才他还得意和欢喜，自己是纪灵的白月光和真正喜欢在意的女人呢。他为什么又要那么快的否定？虽然理智告诉他，纪灵这样做对他和他的名声都会更好，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悠悠，你怎么了？哥，网上的人都在骂我，我好难过。我一直都想和他做好姐妹的，将你们都让给他，可他为什么就这么容不下我？别委屈了，他既然不愿意和你做好姐妹，那就别做了。网上的事，二哥会帮你澄清的。你就会哄我？我要打电话给二哥。他说完给顾夜俊打了个电话，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语气，成功让顾夜俊心疼，并安慰哄了他一通，还让他放心，他会解决网上的事。挂完电话，顾夜幽还在委屈，又埋在顾夜玉怀里哭了会。我就是太委屈了，其实我也没有怪言夏的意思，他可能是误会我和林哥了。然后顾夜幽听二哥的话，发了一条微博：我和季影帝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他是我二哥的发小，所以也算是我的哥哥，请大家不要误会。随后顾夜俊紧跟着发了一条：在综艺直播前，确实是我拜托季影帝照顾顾夜幽的，却没想到会让另一个妹妹误会，是我的错，我会和言夏解释，请他和大家都别误会。很快，风向便倒向了纪灵和顾夜幽这边，言夏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然而很快有一个娱乐圈吃瓜大 V 发出了一组照片，全是顾夜幽和纪灵单独在一起的照片，而且两人佩戴着情侣项链。你不是说言夏离开故事娱乐还被你们封杀了吗？可看现在这样子，明显有团队在帮他公关啊。他的背后是谁？而且我看一切都早有预谋，咱们刚洗白完，那边就放实锤照片，像是故意等着一样。